又见面了！荧幕前的帅哥美女，大家好，我是 Ryan。最近马来西亚汽车市场推出越来越多的电车了哈。可是有些想要买车的买家觉得这个电车不太适合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高速公路充电麻烦，加上家里没有办法安装充电桩。可是他们又想要一辆可以省油的车子，所以这个 Hybrid 车我觉得就非常符合他们的要求啦。讲到这个 Hybrid 车就让我想起有一辆 Hybrid SUV。这个 Hybrid SUV 呢，官方宣称打满缸可以走800公里，也就是我身后这一辆，来自 Great Wall Motor 的 Harbour H6。到底这辆我从 KL 叫回来的 Harbour H6，它的省油能力是不是有如官方所说的这么厉害？它的试驾体验如何？又有些什么地方是需要优化的？接着就让我分享让你们知道。好了，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这辆 Harbour H6 早在2年前的马来西亚车展我已经看过它了哈，但是在还没有正式分享这辆车之前先让我们来简单快速的了解一下这辆 Harbour H6 它的参数还有配置。这辆来自 Great Wall Motor 的 Harbour H6， 它的定位是一辆 C segment SUV， 而且它也是唯一一辆你可以在马来西亚以140千价格买到拥有 Hybrid 动力输出的 C segment SUV。在避震方面 ，Harbour H6 采用了前 McPherson 后 Multilink 的避震设定，搭配了19寸的轮毂。在车身尺寸方面呢 ，Harbour H6 的轴距也比它的对手，也就是最近热度很高，同样来自中国的 C segment SUV， 长了66个 mm， 宽了21个 mm。至于动力输出来讲的话，这个 Harbour H6 采用了 1.54 缸涡轮增压引擎，加上 Hybrid 作为动力输出，综合马力为243 PS， 综合扭力为530牛米。它的 Hybrid 基本的工作原理是和 Honda 的 IMD Hybrid 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带着插着电车。但是唯一不同的是这个 Honda 的 IMD Hybrid 呢，它是只有一个高速齿轮，而 H6 呢采用了2档 DHT Hybrid 专用的变速箱，让 H6 在中低速需要更多动力的时候，这个压箱的齿轮它会结合电动马达以及引擎，同时一起输出动力。或者是你在 Highway 高速巡航的时候需要隔车，这个压箱的齿轮呢也可以实现降档，来得到更大的扭力，来完成超车的动作。好，观众朋友，大致了解了这辆 Harbour H6 它的参数还有配置之后现在就让我来分享一下，到底这辆 Harbour H6 在外观部分有些什么特别之处。首先它的外观设计来讲，我第一眼看到这辆车它让我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天龙八部》里面乔峰跟段誉在大碗喝酒的画面。这个外观设计非常的豪迈，非常的有力量。可是在这个外观的配置方面呢，我觉得是有一点是需要优化的，也就是它没有 Walk Away Auto Lock 或者是靠近解锁的功能。但是这辆车它是配了这个 Keyless Entry 啦，所以希望这个 Great Wall Motor在下一次这个 Harbour H6 小改款的时候是可以加入这个 Walk Away Auto Lock 或者是靠近解锁的功能至于 Harbour H6 它的尾盖它是没有这个靠近自动打开的功能，它是采用了 Kick Sensor。但是我个人觉得这 Kick Sensor 会比起这个靠近自动打开尾盖功能来得好用为什么呢？其实之前我也试驾过几辆 SUV 车他们是有这个靠近自动打开尾盖功能嘛。可是当我拿着锁匙一靠近这个尾盖的时候，它就自动打开但是我不想它打开所以就觉得真的是这功能有点小小的麻烦所以这个 Kick Sensor 其实还是蛮好用的至于这辆 Harbour H6 它的载货能力比起它的对手如何呢？其实刚刚我有测试了把这个 Golf Bag 放进去这样 Harbour H6 它的载货能力确实蛮不错的当这个 Golf Bag 放进去过后，我们可以呈现一个打横放的状态，打横放过后还可以放好几个行李箱。因此如果是说今天你全家人5个人远行的话，行李箱承载能力这个 Harbour H6 绝对没有问题的啦。好，这个外观部分我大概分享完了啦，现在我们来到这个车内的内饰首先这个 Harbour H6 它的车内内饰，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说今天还要对比起它同样相同来自中国的对手来讲的话，它的车内内饰就没有让我有那种哇的感觉。我个人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它的配色这个 Copper 金加上这个白色内饰，真的我很难接受我还是比较怀念2年前在这个车展上面看到那个蓝色的外壳加上那个黑内饰的这个 Harbour H6 希望这个 Great Wall Motor 下一次在这个 Harbour H6小改款的时候可以带回来那个内饰当然这个东西是我的个人喜好不代表其他人再来是这个车机系统除了可以支援这个英文字幕之外现在它还可以支援多个语言字幕，包括中文字幕这一点来讲的话，对于英文不好的买家，这个中文字幕确实是一个加分项除非你看不懂中文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讲太多东西了
而且不止这样，这个车机系统它还支援了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的功能。可是有一个小小的遗憾是啊，它是只支援有线连接，也就是说呢，它是没有这个 wireless 的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的啦。这一点来讲，有线连接有好处也有坏处，讲讲嘞。首先好处来讲，对于手机没有 wireless charging 来讲的话，这个有线连接就可以确保你的手机一直在充电的状态啦。当然这个有线连接呢，它也会比较稳定啊，不会时不时突然唰唰这样子断掉啊。可是缺点就是啊，你上车的时候你就要多一个动作，拿 cable 插这个手机，在这个方便性上面就少了一点那种方便感。然后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啊 ，HarborHead 6它的冷气控制它是没有实体按钮的，它在这个 console 这边呢是只有这个风量的开关跟这个冷气的 AC 开关就没有了。所以要调整这个风量大小，要调整这个冷度，都是需要通过这个车机去做调整。不过好在是啊，这一个 Harbor 呢，他们最近有更新了这个 HarborHead 6多一个功能，就是语音控制。而且这个语音控制啊也非常的厉害，它可以侦测到底是 driver side 给他指令，还是乘客给他指令。Hello GWM. I'm here. Adjust aircon temperature to 25. Okay, front passenger side temperature is set to 25. 所以这个语音系统确实就补足了在这个没有实体按钮上面的一个不方便性啊，算是一个加分项。只不过这个语音控制系统啊，它暂时性是只支援英文啦哈，所以对于这个英文不好的这个司机或者是 passenger 啊，就可能还是没有这么友好啊。所以希望下次这个 Harbor 啊可以再加入这个中文语音控制，毕竟中国车要做中文语音控制，这一点我觉得不是很难的事情啊。好啊。所以刚刚我有讲到啊，像 HarborHead 6它的内饰，如果是说对比起相同来自 China 的那个对手啊，最近卖的很hot的那个 SUV 啊，确实少了那种惊讶感。可是这个 HarborHead 6有2个配置是让我觉得蛮实用的，也是它对手没有的。第一个就是 Auto Parking， 当然这个 Auto Parking 呢也不像 Proton Sedan 70还是 S90那种你可以随意画格子那种，它还是需要靠侦测格子很固定的来帮你做 Auto Parking。除了这个 Auto Parking 功能之外啊，其实它还有功能也是非常好用的，就是自动帮你倒车功能。这个倒车功能来讲，如果是说今天你到了某个小巷啊，刚好前面又有车 block 住，那一个旁边又有车顶住的话，加上你的车技、你的 skill 啊没有这么好，这个算是一个蛮好的辅助功能啊。可能有观众朋友会讲啦，还有 Auto Parking、Auto Reverse 没有用的啦，这种东西自己做来的比较快。可是你们要知道一个问题哈，你厉害不代表别人一样厉害。可能今天你没有用到这个功能，但是不代表别人用不到这个功能。所以这个 HarborHead 6它是有这2个非常好用的功能，我觉得算是一个加分项。好，这个 interior 的部分大概是这样子啊。现在就让我来讲一下，到底这辆车子我从 KL 驾下来，它的乘坐体验如何啊？首先，它的前座椅子来讲的话，它坐起来感觉椅子是偏大张的。可是它的包覆性啊就少了一点，感觉上坐起来就有点像坐那种Amera 或者是之前 Vios 那种前一代 Vios 的椅子的感觉。然后腿部支撑我觉得可以再做长一点，会更加的好当然这辆车它也是有这个腰靠的控制啊，所以如果是说你喜欢比较顶的，还是你喜欢那种不顶的随你控制了哈。但是这个前座的椅子我个人觉得啦，它的泡棉填充物啊不够厚实，也不够 Q 弹，这点来讲，算是我觉得在这个乘坐体验方面这个椅子带来给我觉得是一个可以优化的地方啦。至于后座的乘坐体验来讲，椅子它的泡棉填充物给到我的感觉跟前座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填充物偏少，不够 Q 弹。加上呢，其实它的后座的椅背倾角度，如果是说它的椅背可以再斜多一点，或者是有多一个倾斜角度来讲的话，会更加的好。这个椅垫对于大腿的支撑也是有点稍微不足啦。可以在这个画面上面看到我的腿部还是有一点镂空状态。可是后尾的乘坐空间确实是很大的，即使是我把前面 passenger side 的椅子调到最靠后，这个膝部空间还是蛮够的而且这个头部空间呢，加上这一辆车它是有这个天窗嘛，所以头部空间来讲，它的压迫感是蛮小的，膝部空间是蛮大的。以140千来讲的话，这辆车的乘坐体验算是可圈可点的啦，没有什么好嫌的啦。
OK， 观众朋友，刚刚你们好像听到我讲这辆车它的内饰蛮多地方是需要优化的嘛，可是它的优点非常的朴实，就是它的驾驶体验。这辆 Hybrid H6 呢，我从 KL 驾回来啊，体验了好几天。它给到我的感觉就是这一辆 Hybrid SUV， 它是一辆非常稳定、好开、容易上手、驾起来很顺的一辆 Hybrid SUV。首先就是它的避震调教来讲，对于这个支撑性跟舒适性上面，它有取得一个很完美的平衡点。当我在 Highway 高速巡航的时候，遇到一些比较起伏比较大的路段的时候，会让你觉得这辆车好像在坐船的感觉。当然，如果是说今天遇到一些比较颠簸的路一些减速带过旱这辆车它的避震调教还是有兼顾到这个舒适性的它不会让你觉得哇整个避震很硬，然后过这些颠簸路那种减速带的时候一直咚咚咚咚咚这样子，不会，所以我才觉得它的这个底盘跟这个避震调教真的哇很 perfect。当初我在拿这辆车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媒体跟我讲，你一定要去 test 一下它的这个 suspension 跟它的底盘。一开始加的时候你会觉得怪怪底的，可是你加久过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个 suspension very good 真的要用心去体验它的 suspension。再来就是这辆车它的隔音表现我从 Highway 这样子加下来了，我的时速没有很快，110到130很明显的听到大概在130的时候，其实它的风噪会比较明显。可是当这个车子它没有电的时候，或者是采用这个 engine 模式行驶的时候，这个 engine 的这个噪音会比较小，然后这个胎噪呢是会比较明显所以如果是说今天这辆车它的 NVH 要做到更好的话，我觉得可以做到的东西就是换一个比较静音的轮胎咯，剩下的就我扁把这个音响这个 music 开大声一点，就可以解决这个 engine 可能有一点声音，或者是这个风噪的这个130的时候这个风噪有一点明显的这个问题啦。但是这个风噪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再来是驾长途我们最常用的东西就是 ACC 跟车。可是讲到这个 ACC 跟车我是一个会看会选择的人来的，因为一个不好用的 ACC 跟车我真的会不想用。即使今天我驾3-4个小时，我宁可自己去抬油门去踩 brake， 我都不要用一套不好用的 ACC 跟车。But 这辆 Hybrid H6 它的 ACC 跟车一流，我可以跟你们讲这辆车它的 ACC 跟车是我用过所有的 ACC 跟车里面 Top 3里面的，真的，它跟 Honda 的 ACC 跟车是可以齐名的。讲，它在加速的时候，它是用线性的加速，它不会让你觉得哇突然有那种爆冲感。减速的时候，它也可以做到很缓和。当你感觉到要减速其实这个 Hybrid H6 它已经在帮你踩 brake 了的，可是它是很 smooth 的帮你踩 brake， 它不是那种一直给到你那种 emergency brake 的感觉。所以它在这个加速跟减速的控制上面，对于这个 ACC 跟车它拿捏到很平衡，所以我会很安心的用这辆车它的 ACC 跟车对于长途行驶。当然这辆车它的车道维持自重确实也做到相当到位当遇到一些幅度不是很大的弯道的时候，它的这个车道维持自重它是可以做到很细微的去调整这个 steering 的角度。你们可以在后面看到它 steering 是有一点的摆动的，只不过它的这个宽容度如果是说今天你放手的话，这个宽容度我就觉得有一点低啦。大概我内心有计算过，大概是9秒10秒这样子，它就会提醒你要抓住这个 steering 了。不过我有发现到一个 bug 这个 bug 就是如果说今天你把你的双手靠在这个后尾它是不会侦测到，它也不会叫你去抓 steering 的，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我发现到的一个小 bug 啦对于试驾体验来讲不只是这个避震调教它的 ACC 跟车有多好用之外其实它的动力跟它的油耗表现也是很重要的。毕竟这辆 Hybrid H6 它是一辆 hybrid 车嘛，所以我们来讲一下到底这辆 Hybrid H6 它的油耗表现如何，动力表现又如何。可是在讲这些之前先让我来带你们了解一下这辆 Hybrid H6 它的 hybrid 的运作方式。首先就是这个 Hybrid H6 呢，它有3种行驶模式，纯电、串联跟并联3种行驶模式。首先这个纯电模式来讲就是电池给这个电动马达电，电动马达把这个电能转换成动能来推动这个车子。这个特点就是电动马达的扭力大，所以它会比较有力。当在起步或者是低速巡航的时候，
它的驾驶感觉，我个人感觉就像 1.5NA 的车子的驾驶感觉。而且我有观察到了，这个纯电模式它的行驶大概是在40 km/h 以内都是采用这个纯电模式行驶，只不过它可以行驶的距离没有很长，大概3个 km 就会换成下一个模式，就是串联模式。这个串联模式来讲的话，它其实跟纯电模式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电池给电动马达电，电动马达把这个电能转换成动能。可是这个时候，这个 engine 是会工作的。这个 engine 的主要工作是帮这个电池充电，这个 engine 不参与动能输出的工作。在这个模式之下，我有观察到啦，大概在60 km/h 以内都是采用这个串联模式来行驶。但如果是说今天你的时速超过60 maybe 65、70的时候，它又会转换成另外一个模式，也就是并联模式。这个并联模式啊，在这3种驾驶模式里面是最耗油的。讲，当 Hybrid H6 它的时速我有观察到了65到70的时候，它就会转换成这个并联模式。这个并联模式最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引擎作为主要的动力输出，这个电动马达作为辅助的动力输出。当然，在这个模式之下，其实这个 engine 它也是会帮助这个电池充电啊。可是它最主要的工作还是作为动力输出。加上呢，其实这辆车它的这个引擎啊 1.5 turbo 加上有这个电动马达辅助的关系啊，在这个模式之下，其实可以感觉到它的提速感还算是蛮快的，蛮有力的哈。好，大致了解了3种驾驶模式之后啊，现在就让我来分享一下，到底这样 Hybrid H6 如何省油，它的油耗表现是否有如官方所说的满缸800公里，还是这只是一个都市传说？首先啊，如果是说今天你的 Hybrid H6 要省油的话，要准备以下这几点。第一个就是要有好的顶灯啊，这个时候可能有观众朋友讲啦，又要来业配了啦，业配顶灯啦。不好意思，本期视频没有任何业配。为什么我会讲顶灯呢？如果今天你的车子没有顶灯的话，就好像我今天这辆 Hybrid H6 没有顶灯，你一上车你就感觉到很热，你就会把这个冷气调成冷度最低，风量最高。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引擎负荷就变高了咯，这样子你的油耗表现哪里会好嘞？好的顶灯确实会导致你的油耗表现是好还是坏，所以顶灯必备。有了这个好的顶灯过后，就是要调整这个 aircon 的风量啦。这个 aircon 的风量调成24或者是25度1号风。第二个就是开启这个 One Foot Pedal 的功能。这个 One Foot Pedal 大多数我们都是在电车上面看到，很少有在 Hybrid 车上面看到。这个 One Foot Pedal 一定要开启，因为当你开启的时候，你 release 掉这个油门啊，这个电动马达它就会回充的电比起你没有开启来的多。再来驾驶模式 set 成 Eco 模式。准备了以上这几点过后，我有做了一个测试啦，一个30公里的测试。我拿到的数据如下啦，我的时速维持在30、40以内，我可以拿到的这个油耗数据是 4.8 个liter per 100 km。当然，如果是说我把我的时速维持在60以内的话，我拿到最 best 的油耗数据是 5.1 个liter per 100 km。这样的话，我们就用一个中间值啦，就是这个 5.1 个liter来计算啦。用 5.1 个liter per 100 km 加上这辆 Hybrid H6 它的油缸是55个liter啊，拿到的数据将近可以达到900或者是1000公里满缸。所以这个数据确实比官方所说的还要来得多啊。只不过这辆车最耗油的时候就是在 Highway， 因为刚刚我讲到嘛，这辆车它的时速超过60 maybe 65、70的时候，它就会转换成这个并联模式。因为我在 Highway 的时候，我有观察到了，我用110、130的时候，它都是采用这个并联模式来行驶。这个油耗表现来讲，拿到的数据是 7.1 个liter per 100 km， 算是正常那种 1.5T SUV 的油耗表现啦。所以总结来讲，这 Hybrid H6 对于低速或者是中低速行驶来讲，它的省油能力就可以达到最大的效益化啦。至于 Hybrid H6， 我们刚从 KL 驾回 JB， 一直到还车那天才在马六甲打满油，一共走了737公里，用了54个liter的油。对于这个油耗数据，我还是蛮满意的啦。毕竟我有3/4的路程都是在 Highway 行驶，没有真正的把这辆车的 Hybrid 省油能力给完全发挥出来。当然，在马六甲打满油过后啊，我也开启了我的黄金右脚。我驾驶的时速大概维持在130到150，拿到的油耗数据啊是 7.7 个liter per 100 km。不知道观众朋友，你们对于 Hybrid H6 的油耗数据表现是否满意吗？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一起来讨论哦。
OK， 又来到了万众瞩目的0到100、100到0测试。但是今天比较特别一点，今天在白天测试，为什么呢？因为昨天要拍摄的时候刚好遇到警察叔叔的问候，所以因此选择择日再拍。这个 Harbour H6 呢，官方的数据是讲这辆车呢，它的0到100加速只要7.7秒。哇，这个7.7秒其实是蛮快一下的哦，对于一辆 C segment SUV 来讲的话。加上呢，这辆 Harbour H6 它是有这个 Launch Control 的，因此等下我们就用这个 Sport 模式加上这个 Launch Control 来测试一下这辆 Harbour H6 它的0到100、100到0的表现如何。Harbour H6 0到100、100到0测试，3、2、1 ，Go！ 100。好，测试了这辆 Harbour H6 它的0到100、100到0的测试之后呢，我的感觉就是它的起步加速感算是蛮快一下的哦，蛮有力、蛮有冲劲的哈。可是到了80、90的时候 ，maybe 可能它的 second gear 介入的时候，那个加速感就感觉上慢了一点。所以这辆车它的成绩到底如何，我还是要等它回去再回放看一下。据说是有其他媒体做到这辆车，它0到100的成绩是7.6秒啦。至于我的成绩如何，就回去再看一下吧。OK，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这辆 Harbour H6 的全部内容好啦。不知道你们觉得今天内容如何呢？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你们的看法。总结来讲，如果是说今天你是一位喜欢驾快车、无法控制你黄金右脚的人这辆 Harbour H6 它的油耗表现就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们预期所想的。但是你是一位开车非常斯文，想要找一辆非常有性价比、空间大又省油的 SUV，这辆 Harbour H6 确实是蛮可以考虑的一辆 SUV 啦。OK 啦，今天内容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